先讲一个你去日本玩可能踩到但没发现的坑。日本冲绳有一间拉面店，点餐机上如果你把语言切成英文，同一碗拉面价格会多100日元，大概台币20块，连饮料都会贵个50到150。大阪还有一间只在英文点餐界面上把价格直接调高了大概80%，京都甚至传出一盘舍氏的价差达到4倍。这叫观光客2种价格，同一份餐，同一场展览，外国旅客付的钱可能是当地人的2倍。日本很多地方现在正在试行。而我想聊的不是日本好坏这种问题，是一个更根本的，同一碗面凭什么有人要付比较多？这件事到底哪里合理，哪里踩线？欢迎来到餐饮之外。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，聊时事，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听店家怎么说。店家给的理由通常是成本，要准备外语菜单，要有能讲英文的人接待，外国信用卡刷卡有手续费，沟通要花更多时间，这些听起来好像有道理。我们也确实可以承认，接待一个语言不通的客人，成本比接待熟门熟路的当地人高一点，这是真的。但关键在幅度，多花的那些外语、人力、手续费成本，反映到一碗面上大概是多少？几块、10几块说得过去，可是当价差变成2倍、4倍，英文界面直接涨80%，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任何成本能解释的范围了。当一个理由只能解释10块，却被拿来收200块，那它就不再是理由，而是借口。多出来的那一大段不是成本，是因为你是外国人，你比较不会抗议，也不会再来，所以多收你一点。这一步，店家的算盘打得很精，但也正是这一步踩到了一条线。如果你也喜欢从一份餐点看懂背后的整个产业，记得订阅餐饮之外，我们每天都有新影片陪你把这些现象一个一个聊清楚。那条线是什么？先退一步看一件事，差别定价其实到处都是。同一班飞机，商务舱和经济舱差好几倍；同一场电影，学生票比全票便宜；同一杯咖啡，离峰时段有优惠，会员有折扣。这些我们天天遇到，几乎没人生气。经济学给这件事一个名字，叫差别取价。同样的东西对不同的人收不同的价，它本身不是坏事，甚至是让很多生意能做下去的关键。能多付的人多付一点，店家才有空间让付不起的人也买得起。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能不能差别定价，问题是你用什么来决定谁付多谁付少。这里有一个很关键却常被忽略的分野，学生票、离峰票、会员价，他们的分界是你可以选择或可以符合的。你可以选离峰去，可以办会员，学生身份几年后也会变，你有参与感，你觉得公平。但国籍和语言是你当下改不了的东西，你没办法为了买便宜一点，临时把自己变成日本人。当一家店用你是谁，而不是你买什么、什么时候买来决定价格，那个公平感就崩了。它从聪明的定价变成了看人开价，而更关键的是透明。如果一家店大大方方写着观光价、当地价，像观光税那样摊在阳光下，你至少还能选择要不要进去。但把涨价偷偷藏在切换成英文的那一刻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多付了，那就不只是定价，是隐瞒。把这2件事放在一起，你就会懂为什么我对这件事的态度是能接受但不认同。我能接受是因为现实，那个价差现在大多还是20块、几十块的量级。为了这点钱，跟一家人生地不熟的店翻脸，坏了旅游的心情，划不来。多这几十块，我付得起，也就付了。但我不认同，是因为那个逻辑，用一个人改不了的身份，他是哪国人，他看得懂哪种语言，来决定他该付多少钱，而且还藏在他看不懂的界面后面。这件事就算金额再小，我都觉得它不对。能接受讲的是我的荷包，不认同讲的是我的判断。这2件事可以同时成立，而且我觉得把它们分清楚很重要。因为一旦我们因为才差20块就说服自己这样也没关系，那当有一天它变成差200、差2倍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说这不对的立场。而且值得反过来想一件事，台湾自己也是热门的观光大国，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夜市、我们的小吃店也开始对外国脸孔、对听不懂中文的人偷偷切一个比较贵的价格，你会觉得那是我们赚到了，还是会觉得有点丢脸？所以回到最开始那碗面，同一碗拉面，你是本地人付一个价，你是外国人付另一个价，那多出来的20块你付得下去。但我想问的是，你付得下去不代表你认同它。一个把你是谁看得比你买什么还重的价格，你会摸摸鼻子接受，还是会记在心里，下次我不来了？我们是餐饮之外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